是哥布拉的人 and 我是那个 I am 哥布 guy。I am Gebot 的那个 King of I am Gebot 啦。I am 哥布 guy 啦，不用 King 啦，就很拍摄。4月的 Gebot 啦 pop up。Yeah，let's go。Crazy， 高度关注。我跟你讲，People say 你不喜欢一个人啊，你介绍他去 F&B。I think 那个很 true， 他的工又多，但他 profit 很少。我做了这么多 right， 我才You are not kidding me。Yeah， 真的，来一整个月的工。你怎么定义一个好吃的那些 I am Gebot？ 我觉得那个 sambal gajus 很重要。现在很多 Chinese cafe 有做I am Gebot， 你懂吗？其实是 after 你这个之后就开始做你这一种模式的。我觉得这些 Chinese owners 啊，他好像没有去过吃 I am Gebot 他拿那个sambal来炒I am Gebot 是 fresh 的sambal， 没有炒的。你有没有看到？他 gajus 都没有啊。Then like 就很奇怪，你要做 I am Gebot 可以，你如果 study 一点 I am Gebot 为什么好吃？为什么好吃？是因为 gajus。明春，我要做一个 confession before I proceed with this interview。我没有吃过 I am Gebot。Drag me to film。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山是由 U Business 荣誉呈现 ，Ultra Business Reserve 为企业而设的网络。你好，我是伟健，这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山。这一期呢，我们来做客的呢就是美食内容创作者，同时也是Gebot啦的创办人明春。那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呢，每一个拥有庞大粉丝群的创作者呢，他们似乎都想要跳出屏幕出来创业。他们手握全新的商业剧本，第一步呢就是精准的建立庞大的受众群，第二步呢就是绕过传统的广告营销，直接向粉丝出售自己的产品啦。但是随之而来的呢是巨大的风险。那个能把你捧上神坛的互联网呢，同样也是一个充斥着仇恨恶评的一个环境，风向一变呢，随时能把你拉下马。今天呢，开门见山的嘉宾呢，正是这个带着内容创作者剧本进军餐饮业的玩家。4月的试点营业更是获得了热烈回响，大排长龙。未来新店开张，到底他是怎么做到那么快速的增长的呢？事不宜迟，马上请出明春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明春你好。 Hello， 你好。好，我是哥布拉的人 and 我是那个 I am Gebot guy。I am Gebot 的那个 King of I am Gebot 啦。I am Gebot guy 啦，不用 King 啦，这个很拍摄。品鉴专家了，你是 I am Gebot。好，其实明春我想要先 focus on 你的那个 content creation 这一 part，因为近这几年我们看到马来西亚越来越多的这一些美食内容创作者，对吗？然后过后如果你在2024年3月你上传了算是第一支的这个美食测评影片，你们去 check 啊。I have to do my homework。几号？3月，对，3月14号，差不多是这样。在 TDDI 的那个 food court 那一边，也是 try I am Gebot 的那个时候。对。之后呢，你的很多这一些美食测评内容啊，你去 Bazaar， 然后陆续 try 很多这个 I am Gebot 的这种档啊，你也是获得了很大的关注。我想问一下，流量密码到底是什么？没有流量密码的啦，你 try 什么，你 viral 什么，就你 try 很多东西，然后看你是 passionate about what，then 你 viral 了，你就 good 啦。but 不是流量密码，是看别人是看到你的心了。你看那个 video 的时候，别人看到这个人很 passionate about I am Gebot。你换一个人，可能他不是那么 passionate， 你就不想看他了。you know？ 就论 I am Gebot 的话，我会相信你的那一个 review 的意思了，是不是？如果你是 try 其他的话，maybe 我就不是差不多。看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热爱美食，所以我吃很多东西都很喜欢，所以 I guess that's why 别人喜欢看我吃。Part of 另外一个 reason 我也觉得是很真实，你懂吗？就是你整个 from 你在车下来，然后去到那个档点餐，全部你整个过程你都show出来。Yes， 其实你有一个 format 的吗？没有。以前我做很多 video， 我有做来
product review， 我也是有做 travel review， 我也是有做 cooking， 因为我看到 William Seng cook 嘛，然后我也是 cook 嘛，我以前是 chef 嘛，可以吗？他可以 cook， 我 try cook 哦，没有人看了。我有看，so， 然后我 try 很多东西有的，其实then 我已经大概知道怎样 edit 啊，然后我喜欢 edit， 我喜欢做 video。But then 过后没有人看嘛，是不是？然后我就 try 了 food review 咯，不是 try food review， 我其实是我去了那个地方，我是做 sales 的嘛，我是做 sales for 我爸的公司做招牌 signboard，然后我每次 meet client everywhere，KL 都有 Penang 都有Johor 都有，then 我 meet 的时候，我 meet 完了就 lunchtime 了就我会 search。Food near me， search food near me，OK， 这个看起来不错，我就去吃哦。我很喜欢这样，所以我每次都会这样，把我没有排。Then 过后我一天我就 try 了这个 Rasa DDI 的 bug 跟 boss，Then 我就damn 这个很好吃耶，怎么没有人讲过的 ？And 我没有看过华人吃的，连全部都是马来人。那我就maybe 我想要 share 吧，我 share 在哪里呢？then share then 我就想到maybe 可以做 video，然后过后第二天我再去吃多一次，可是我觉得很好吃啊，第二天再吃没有问题，我再吃哇真的很好吃 ，and then 我有拍，我拍了，then 最后晚上我回去，then 我 edit。阿嘎啦，就很随便的，就 edit then 我就讲几句话，我就讲这个这么好吃啊，什么好吃啊，then 我 post。then 那天晚上就直接 10K view 20K view， 然后我就哇哦 OK，first time 是不是？first time。I mean做了这么多 video，first time food review，first time food review。then 第二天我要去 Penang meeting，然后就去 Penang。then 我是吃 food near me 嘛 ，food near me，and then 我就找到一个 Mi Jawa 是 Michelin Guide 的。then 我以前吃过了，then 我这次是 OK， 来我再拍多一个，然后我拍了。然后then 那天晚上我就回 KL 了，我只是去 meeting 了，然后回 KL 了，然后 edit 了，再 post， 哇，那个更多人看。然后第三天，然后我就去 KL 的 Kampung Baru， 然后我就拍那个一个好像 iron book 吧，青色的 iron book，sambal hijau 啦，然后我就吃了拍 upload 了，然后就哇也是有人看，然后我就继续拍到14天，所以我的 schedule 是这样：早上我去 meeting，then 下午我去 lunch 拍东西，after lunch 我去做工，做完工了回来，before 9点我就 upload 了。在你做好像 food review 的时候，有什么元素是你一定要 I have to talk about it 在你的那个 video 当中？OK， 我的 rule 是这样，如果我会从安邦驾车到沙阿兰吃这个东西 ，then I have to talk about it。and then 我会讲为什么它 special。Like for example， 这里的 ayam nasi kukus 它是 freshly fried， 然后它的三包有什么味道，它的 marinade 什么味道，那个饭是怎样的，我会讲它的 USP 啊。OK， 简单来说是它的 USP and why I like it。And why I will travel from 安邦到沙兰去吃这个东西，then 别人就会 convince is very convince 因为我在做一个，其实我是做一个 food document for myself to 看回的，其实是then 我会跟这边哇它 biryani 好吃它 biryani 好吃 ，OK 了，去那边吃这样的。But 有一点我真的要佩服的就是，其实你对食物的这一个就是分析和那个评价，然后要求你是很高的。你自己也是会烹饪，是不是？你很有厨艺天分我会自己。你是读会计系的，你是怎么样才学到这样子的这种 culinary skills？ 因为我很 interested in food。我从小我都每天会看 food review，我会看那些昂模他来马来西亚然后什么什么然后他又去中国他又什么哇这个很大盆的什么什么然后我很喜欢看那种then 我大的时候我想要做chef，but then 我妈不让，因为她讲 chef 不赚钱。then 过后我就做会计then but 我没有去，我读完会计了 then 我想要找工，想要找工在 London 找不到，then 我就去我那边的打工
那边的那个城市打工，full time 打工，晚上找工。你是去那个越南餐厅那边做 correct 越南餐厅，然后过后来你又去 Poke Bowl 那边做head chef，对 and then 之后你又去跟一个朋友你去在市集那一边卖 nasi lemak， 对，哇，你很反响不错啊，我跟你讲反响不错。不过我想要回到去的这个就是是什么因素让你决定I have to at some point 是什么哪一个节点是让你觉得我觉得我要做 full time 的food content creator 了？可是我很喜欢做 video，then 那个做 video 又可以赚钱 then why not？ 因为我跟我爸这边做 OK 啦，我不是 hate it，but 我也没有很爱在那边做，我就 OK 啦，就做 meet client， 做 meet client，but 我觉得我想要做我自己的东西。So that's why 我 I think about 30K follower 了，我就 quit 了。我 quit 了 ，then 我跟我爸讲，爸，我可以 take a break 嘛，6个月。跟他讲，等他就讲，我也不可以做什么，我也不可以挡着你然后我就讲，也是啦。then 第二天我就 quit 了。What is this? But OK， then 我就做我30,000了的时候 ，30,000 follower 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 ，OK， 我已经存到6个月的 expenses that like should be fine。我也是住父母那边的嘛，所以 shouldn't be too what 啦。So 我就 take 那个 risk， then 我就去做 ，and then 做到 OK 啊 ，not bad 啦。You have to be passionate about it 啦，因为你是真的是喜欢这样子的东西，你才可以每天都去做。我很喜欢吃食物，我天天都会想我要吃什么，我不是plan 好明天要吃什么 plan 好 no， 我是当时候 OK 我很想要吃什么，然后我就想到OK chicken rice 要去哪里 best chicken rice 松爱松爱有一个很好吃的，然后我就会驾驶过去吃。所以 everything 是很 spontaneous 的。OK， 对好，那我想问，因为你 have to be lucrative 嘛，你做这个你才会继续想要做下去嘛，因为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对，我想问一下，你做 food content creator 最高峰的时候，你一个月能赚多少 ？Damn， I think like 40, 50这样。Crazy 50K， crazy yeah 50K。OK， 哇，这个真的是很恐怖。那我想问一下，你通常你拍摄到剪辑，然后过后再到上架，通常需要多长时间？不长，对不对？不久啦，我去拍 about 2-3 hours，then 我回家 edit about 2-3 hours，about 6 hours。哇，这个真的是很多人会说 margin 很高的一个。Yes， 网红是很好做，你看别人网红做到几爽。对，很多年轻人都想做。我觉得网红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it's hard，it's not 你想要做网红，你就会红。No， 你是要特别 ，you have to be unique in some way， 你才可以做到网红。网红不是别人做过的东西something like that。you have to be original。你不是 apply 网红，你就可以做到网红 ，you know？Like 你可以 apply as restaurant manager，and then 你会做 restaurant manager，but网红 is not something you apply and then 可以拿到。I guess that's why 现在很红，做网红。很多人都想要进去做。网红 is easier than 现在我做餐厅餐厅西北难 ，but 我觉得餐厅会比较 fulfilling。OK， 好，这个餐厅这个呢，我们接下来我们会 move on to it， 我们会谈这个。But back to 我想要问 comments 的问题，因为其实很多人对于你的这一些测评的video，我自己本身我看了我真的是口水流口水直流，我真的是食欲大开。不过有些人会说你咀嚼很大声，会说你的吃相，就是什么你哇一直讲话那个嘴开的那种，你知道吗？这种人身攻击，这种恶评，你怎么消化，你怎么 digest 呢 ？OK 啦，我没有什么管的啦。我不是你要做网红 right？ 你第一步就是 comes with it，it comes with it，and then 你做第一个 video， 就很多人会 judge 了的嘛，所以就你到第100个 video， 你会 control 了，你会预料会有这样子的东西。but 重点就是你 post 第一个 video， 你就已经踏一步了。I don't care what other people say，and I don't care what you wanna say，I just wanna do me。OK，good for you。好，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谈谈你的那个创业故事了。4月的 Gepotlah Pop Up。Yeah，let's go。Crazy， crazy。高度关注。我跟你讲。
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你说，既然这个 content creation 那么好赚，为什么你还是想要进军那么辛苦的这个 F&B industry 呢？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做 chef。Yeah， 然后我很喜欢面对 customer， 我很喜欢 talk to customer。OK， 我很喜欢 talk to you，you know like 我很喜欢 like talk， 我很喜欢 talk。Then 我做这个 pop up， 我就可以接触 with my audience。What kind of audience do I have and like 我可以 have something for them to touch。A lot of 网红你每天看 ，but 你不可以来真的接触。对 ，you know，but 如果我做了这个 pop up， 你可以吃我的食物，你可以跟我讲话，你可以来有一个 interaction， 我觉得很好玩。是全部在你外面排队排长龙这样子，然后进去店给你反馈这样子。那个是 hard，it's hard。我明春只有一个 ，and then 我的 kitchen 只有这样小。How can I do so fast and like you know how can I fasten the queue？ 这样多人排队的问题，其实很多人也是讲你是在做饥饿营销。不是，是他们太早来了。因为来我12点开门，你7点来，当然你一定要等5个小时啦。哎呀，不然你12点来，我12点开门，你就不用等了。他们有讲要你 refine 那个 queue system 啊，你怎么看？我会 in the future 啦，就我的店的时候。所以 in the future，let's say 你新店开张，我不用在我等那么久了，大太阳底下这么久 ，but 也是要等啦。Maybe I don't know。Hopefully 有人啦。For sure, we hope so. Yeah. 不过我想要问一下，因为其实现在 ayam gebuk 在 Malaysia 到处都有，你知道吗？因为它 it's not a special dish， 它真的是很 common thing。It's not。你的 X factor 是什么 ？gebuk 辣的 ayam gebuk。Okay，that time 我要做这个 gebuk 辣的时候，然后我就who will come and eat my ayam gebuk？ 如果我做 a very normal ayam gebuk。People will come No. People will come for 明春啦 but people won't come for the ayam gebuk。然后我就想一想我要做什么，然后我就想回我以前有做nasi lemak，然后我就觉得我的nasi lemak饭其实很特别。Maybe 我可以 incorporate 去这个 ayam gebuk。然后有一天我就做 R&D 的时候，我就 try nasi lemak rice with ayam gebuk。哇，很特别，很好吃。But it's not 你天天可以吃的 ayam gebuk 你是可以天天吃，你不会腻的。But nasi lemak ayam gebuk 是会有一点腻啊。But at the start 你吃的时候，哇 ，not bad 啊。然后我就 OK 了，可以 try 这个了，可以 try 不了嘛。In the future 如果我要做白饭也是没有问题，先 try。And then 我就卖 nasi lemak ayam gebuk。But 我也是有注重我要什么特别。OK， 那个 kubis goreng， 每个人卖 kubis goreng， 我卖 bayam goreng。因为我觉得 bayam goreng 很像 seaweed and not many people do and 很难做其实 and 很贵。因为 bayam 这样大只 then 你只用那个叶子那个根全部丢掉。你出道来是这样子真的这样子。So it's like a bit premium 的感觉。and like kubis goreng 是你 kubis 这样大你用完了嘛。So bayam goreng not many people do because it's hard and it's very expensive。然后我就不用讲做pop up 来的嘛，做了 it's fine 啦，我就做我过后就后悔了。But then I mean 我很喜欢 bayam goreng 也是 ，so 我会 keep it in the menu， 就是这样。很多人说你的那一个 cashew sauce tastes very good. What's the secret behind it？ 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There's no secret。我讲过了，很多人是用 normal cashew nuts，我是用 roasted cashew nuts。OK。roasted peanuts and peanut。它有那个香味是不是？一点不一样啦。That's the secret。重点是很贵。对。fucking 贵 ，cashew 很贵。No， cashew 很贵 ，roasted cashew 更贵，乘2。所以 raw 跟 roasted 的那个价格是有很大的差别。times two。然后我就shit like。But 很好吃哦。like 我刚 try 的时候，我没有想到那个 price all that 我没有想，我只是想 as like a person to eat。然后我吃哇很好吃。然后我的 chef 讲很贵哦。然后我就讲不用紧做吧like 我觉得应该会很好吃 and 很多人会想吃啦。then 做，然后他跟我讲乘2那个 price 乘2。But you have to do it。因为 quality。So 我觉得我的 ayam gebuk 是 more。一点 premium 的 ayam gebuk。OK。好，其实 normally ayam gebuk 那个价格是多少？在外面买的话 ，max 16块，16块啦。来，你吃 chicken、pedal、tempeh、豆腐、timun 这样咯
十几块 max。这样我想问一下，因为 since 你讲那个价格它buy full 了嘛，是不是 for 你要做 quality 的那种 Yeah. taste and ingredients， 你的定价18.9，你是怎么定的呢？那一个价格？我是有大概算，我用 ChatGPT 的。我就我就大概放进去。OK， 我的 cost is about 40% max 40%，那我就OK 啦，我就放我就放 40% cost，and then 价格是多少钱？但是就给我算出来了他就给我来，他其实叫我卖贵一点的，他叫我卖22块，然后我就 no crazy。 Oh my god， 我怕了，等下未来你开店，你会不会人家调高那个价格？不会 Something I have to be worried about。But 明轩，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定义一个好吃的那些 ayam getuk？How do you define？ 我觉得那个sambal gajus 很重要。现在很多 Chinese cafe 都有做ayam getuk， 你懂吗？对，其实是 after 你这个之后就开始做你这一种模式的。我觉得这些 Chinese owners 啊，他好像没有去过吃 ayam getuk， 他拿那个sambal来炒ayam getuk 是fresh 的 sambal， 没有炒的。blend 在一起。不是 blend， 就你是放在那个 gasket 那边，你这样弄到它很mushy 这样。But 他去煮然后我就来 what the hell。But 我有没有讲过啦？我不可能来go and like去捅人家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烹饪方式嘛，是不是？Yeah，but ayam getuk 它的灵魂就是它的sambal，and 有一些你有没有看到它 gajus 都没有啊？Then like 就很奇怪，like I mean 你要做 ayam getuk 可以 ，but 你如果 and study 一点 ayam getuk 为什么好吃？是因为它有 gajus。明俊，我要做一个 confession before I proceed with this interview。我没有吃过 ayam getuk。Drag me to film。 But 我想要问一下你，其实做 ayam getuk 那么多，因为你讲又有那个 bayam goreng， 然后过后又有那个饭，然后过后又有那个鸡之类全部的。最 challenging 的一个 procedure 是哪一个呢？最 challenging 那个 chicken 我一直 test 不到来最适合的 chicken， 因为我做的 chicken 不是 traditional chicken 是它boil 了，然后它才 boil 了，它才拿去 fry。When you boil it， 它一定会很硬then 很多人会讲很硬，不 juicy。then 我的 USP 是 boneless one，and 第二是 juicy。So the reason 我要做我自己的是因为我觉得很多 ayam getuk 是很硬的 chicken 不好吃，所以我要做一个 juicy 的。But then 很难 experiment 我一直 experiment 不到，是你有很多到现在也是还是有问题。So before 我开店，我会再 experiment before 我再开店。很多人讲like 里面是有点tasteless but then it's like that， 就是我刚开店嘛 ，what you expect？因为你有很多种，一开始你自己也 try 很多种prototype， 你有 try 就是人巴的那一种的，然后人巴很咸like 人巴的极为咸，所以我才没有用人巴的 ，because 人巴你又再加那个 batter， 然后很咸就很咸就对了。然后你还给那一个人巴的那个碎那一个更咸咸上加很咸所以我一直 try 就是 try 不到 ，then like 我就 try 了当时我 try 是那个 OK but 现在很多人讲 tasteless， then 我就 OK 啦 ，maybe I will 我会再 check， 我再 check， 然后再换。对，其实说到这个 feedback 的问题，因为其实你自己也有 post 很多照片，就是你给他们填那个 feedback form， 是不是？面对一些customer 他们给的 feedback， 有些说，你的sambal太辣，有些说你的不够辣，所以你是怎么平衡，你怎么 balance？ 然后你会不会我有我自己的 standard？ OK 是这样的，我 feedback 有给10个 right， 如果8个人讲太辣，then 我就会调低如果2个人讲太辣，then 就不用管啦，是 personal preference。少数服从多数的一个感觉啦。如果是8个 then is a problem。因为其实你自己你有说，你在 TikTok 上面有90%关注你的人呢，都是 ayam getuk 的 fans。对。然后这肯定是你做垂直营销做得很成功的地方，也是让你我觉得啦，也是让你这一次做你 pop up 那么成功的一个key factor。不过 besides 这一个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因素让你这一次的 pop up 那么 successful？ 其实我觉得 branding 很重要。OK，来
before 你做那个 restaurant， 你就要有一个 branding 了 ，and 我觉得我的 branding helps a lot，that's why 我的店会比较多人来。我其实挺担心的 ，even though like 100k views、200k views，who tells you that 这100 people 我会来 translate into real customer？ Yeah，who say？ 可能他看你好笑啊，然后你就还是我有笑了 ，you know。So 当时我挺 worried 的 ，but then luckily they came through 啦，真的有人来啊。Yeah， 你也不懂为什么会那么多人来，是不是？真的 branding 啊，我觉得是 branding 我不是 chef 吗 ？Like OK， 你看Malaysia 的 ，let's say Malaysia 的煮饭博主，他如果开始卖东西是煮饭的你会 trust 他吗？But 我是 food reviewer， 我就不是煮饭的，为什么 people 会 trust 我？所以我当时before 我开店的时候，我其实很担心，我就 what if like people think that， 哎呀，明春又不是 chef， 他是 food reviewer 嘛 ，food reviewer 都没有煮饭的，为什么我会去 try 他的 ayam kebab？好彩我有build 我的 branding as a ayam kebab connoisseur 啦。我没有purposely 的，我没有 purposely 的，真的是纯我很喜欢，所以我就 post 很多到有一个 trend 是2016 trend 嘛，然后我就 post 我2016的时候咯，然后刚好是煮饭的咯，然后别人就from there 他就看到 OK， 你就是会煮饭的，然后他 try 了很多 ayam kebab， then 他应该是可能会做到一个很特别的 ayam kebab 给我 try 啦，所以很多人都是要来 try 你看你能做出什么东西给我们吃 correct 的那种感觉。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要问就是因为其实你之前有说过你以前你是给别人打分低过7分的话呢，你是不收他的那一个钱的，是不是？Yes， 如果有 restaurant， 通常我是这样的，如果有 restaurant 的话，我才会收钱。如果你没有 restaurant 的话，你那 roadside 我做 free 的，and then but then 你要好吃，两边都要好吃。如果你不好吃，我会退你钱。那通常他会问我的，你可以不可以来我的店宣传？然后讲宣传什么？maybe like Korean food。然后讲 OK 来我 try 一条先，OK 好吃我才做那个 video。and then 他会付钱哦。food review 是很少a very small portion of 我的赚钱，通常都是那些大公司brand deals Nestle OK 那些大 brand 他们会来丢钱然后我就 OK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good for you。 哎呀，我看到很多人看到你这样子做都很想进入这个圈子啦，好像不过就像你说的，你必须要有那个 passion 啦。可是以前你是给别人打分，现在是别人给你打分，可以不用讲打。你会压力还是什么吗？会 of course like 我会 worry like 好不好吃 and then 是不是你的胃口然后 like 我会怕啦 but 我会想like 我喜欢吃，你应该也会喜欢吃吧？Yeah。好，接下来我想要问的就是你对你此次 pop up 很成功是很成功，不过你收到最 harsh 的一个 feedback 的一个 comment 是什么呢？最 harsh 很多 harsh 都，你讲一个很多 harsh 没有这样容易。A knife in the heart 这样子。Knife in the heart 不懂我不记得，因为我 I don't keep in my heart。Very good。我会忘记，然后我看了OK。最好的一个comment是什么？明春很帅。那个很多啦，就不是最好，不是最好。我觉得最好的 comment 是 that honest review。OK。Then 我就知道我要改什么。但是我要做那个 feedback 因为我要很多restaurant不做maybe 你不放个 Q who gonna do the Q 我觉得你放个笔，然后放个 feedback 别人会觉得现场 on the spot 就写给你，他会 judge 你 rate 你有很多 good 的，也是有很多 maybe 会有 come back maybe will not，and then 也是but 很少 no， 所以我就看那个 no 先，然后我再看那个 maybe，then 那个 good 的是就是你爽自己吧but 我会看那个 no and 看那个 maybe OK maybe 这个要改 maybe 这个要改，这样 throughout the pop up 我们做来3个星期来我们改了很多东西其实。所以你是改 as you go for the pop up like but not so big difference 可能 like mushroom 太多 better 了然后就 reduce 那个 better。 OK。我不会改 menu， 我会改like marination or like 小小的东西啦。
OK， 因为我知道你 focus 一些就是comment 就是 criticism， 因为它也是 a tools for your improvement 嘛，是不是？对对对 for your future。But 你的新店，因为在你的那一个 social media， 你讲会在6月开张。Yeah。OK。No no， 不是6月开张，因为renovation can surprise you in many ways. True， 而且现在我们知道那个 war and everything， 那个 prices increase， 是不是？那个我还没有去看，还没 feel 到那个 impact， 我还没有看到那个 cost，but 重点是我的 design 一直在改，然后 layout 一直在改，因为我第一次嘛，然后我自己画，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不对这样，然后第二天我又在画，然后第三天我又在画这样。你自己 design 的 everything？ Yeah， 那个 kitchen layout， 因为我知道那个它的 workflow 是怎样嘛，这里装饭啊，这里装饭了，然后那个装那个鸡啊，装什么装到外面啊。OK， 好，那么其实我想问一下你 back to 那个数字的东西，你这一次 pop up 你的 revenue 一个月嘛，是不是？你 pop up 一个月很少哦。revenue 啦，我不要讲 profit revenue 吧。你不可以讲 profit， 因为讲 revenue 太多了。profit 你也可以跟我 share 啊。可以，没有问题啊。It's like people say 你不喜欢一个人啊，你介绍他去 F&B。I think 那个很 true， 因为他的工又多，但他 profit 很少。And 我才来，我做了这么多 我才10K net profit。 You are not kidding me。 Yeah， 真的。来一整个月的工，全部我做，几多人，全部很忙，全部做到从早上做到晚上 10K。 你的 net profit 是 10K 而已。Yeah。 But revenue is 100多千啊，100多千一个月。Yeah。 But translate into profit 是因为我会pay我的 part timer pay 很高，我会pay他150块一天。Yeah， 然后我也是 pay 我的 chef 很高， and then 我会用 premium ingredient。 对then 就这样，所以这样就没有了。因为你既然你看到这个你的 top and bottom line 是这样子啦，所以在未来你开那个店的时候，你会做出什么 tweaks 呢？价格你讲你不会提升了吗？不会，就慢慢赚啦。10K is still 10K， you know。就慢慢赚啦 ，it's fine 啦， you know。 细水长流啦。It's like 它 margin 不高 ，but 它还是有 margin。I'm not losing money，so OK 啦，就慢慢做。Ultimately, it's something you like. I like， 是不是 ？Yeah. You have passion about。 我天天在那边管店啊，这样。你自己也是要帮忙盛饭那些的嘛，是不是？Yeah。不过，因为你刚刚也说，你要害一个人的话，你就要去做 F&B business。所以你这一次创业，你觉得你 biggest lesson learned 最大的一个教训是什么？教训啊？我要很 detail， 我要很plan 好来 and 很细节，你不可以来来就来 and then 你才做。我是一个 P 嘛，我是一个 ENTP，所以 P 就是来很 spontaneous 的，来才做 then 很 last minute 的，你不会 plan 东西的。and 我有一个 girlfriend， 她是 J 的，她是 planner， then 她就我 start 个波拉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的，来 menu 什么没有，他就问我，你 menu 有吗？然后我就没有。then 你排队的时候你打算怎样安排排队要怎样安排啊？喂，你还好有这个 girlfriend 帮你啊。then 他就问我then 你let's say 有什么问题你会怎样打？like let's say 很热你会怎样打？I don't know。然后我就like oh shit， 然后我就要 plan 好来then 他会帮我 and then 我们会 plan 好来这个要怎样 then 他会 advise 我这样 Chief Strategy Officer， 你的 girlfriend 他 help 我很多好，所以就是一个东西，就是 biggest lesson learned 就是你要很 details on everything， 你要 prepare， 对 ，be prepared， 你不 you must be prepared。 OK， 我们已经来到了访问的尾声了。你觉得成为一名创办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我觉得是，你要是一个很敢做东西的人。如果你有很多 idea， 你不敢去做那个 idea， then 你不是什么创办人了，you cannot do anything， cause 你没有去做那个东西。我以前小时候很多 idea 了，11多 idea 了，我没有去做。
So nothing came of it。我从小我都想要做 business， 我就从小就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做那个。有一些我有做，有一些 fail，but at least 我有做 try ，at least 有做。Then 不要讲 entrepreneur 啦，你要做，你要 Start 赚 your 钱， business，就是你要 try 东西，你要 try 了不成功不用紧，never mind，then just try again next time。We learn as we go 啦，是不是 Yeah. 最重要是 execution。Yeah, and it's an experience. As long as 你的 risk 不要这样大啦，你我没有讲来哇，你要开一间店啊，放个500千那边，你自己要懂咯 No， 你自己要 measure， 你要你要 measure 那个 risk。来，如果你要开一间 restaurant， 你先开一个 pop up。看有没有人来，试水温先有人来 ，OK， then 你 product 是有人 demand 的啦， then 你就去开店咯。我当时就是本来要直接开店了，哇，好彩我做这个 pop up 先，所以你才懂我要改什么嘛，对，哪里需要 improve。开店很多细节的 I learn from pop up， 我可以直接 move 去那边。OK， 这个是一个 a great tip。所以最后一个问题，你的新店在未来开张有什么是我们可以 expect 的？然后过后有什么是 pop up 以外的一些 upgrade on your new shop？ 我的 shop 的 concept 我想了很久很久，要做很多位置呢，还是要做很少位置？我选了很少位置。因为饥饿营销是不是？不是饥饿营销，是我选了比较少位置，因为我要 control 那个experience， 你的 experience， 你不要讲Q 啦 Q 我会 prepare 一个 tent， 然后椅子，然后 aircon 这样，but 我不知道几多人会来啦，but 我会 prepare 好像来新出去这样啊，他会有一个 tent 啊，还是个人 prepare 有个 tent 啊，有一个 aircon 啊，坐下来可以的，but 我不会做太大的 seating。OK， 因为太多 sitting 我 control 不到，可能我的厨房，哎呦哇，到时更死，then 你的 quality 就跌。我会做 maybe less than 50， less than 50， 可能1个小时就50这样。我不懂50是很多还是很少了， but 少过 pop up。你会限制他们的 dining time 吗？因为 turnover 也是一个问题，不会啦，因为我觉得 dining experience 是最重要的。dining experience 是最重要。你来我的店，我要你有最好的 experience。来，你来 ，then 你坐下来 ，then 你吃这个 ayam gepo， 爽 aircon， 就比较 premium 一点啦，不是来那种别的很多 ayam gepo 店，很多 Chinese 没有去，以前啦，是因为它的样子 is like。很热，然后又很油，很肮脏 ，that's why 弄到你都不敢去吃了。我以前吃的 ayam gepo 全部都是 not very suitable for office 的人去吃。来，你 office 你要冷了，你不要来热，你不要流汗啊！this kind 我就是要做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可以吃你 ayam gepo， 那你回去做工。好，明春，我也希望你的那一个新店开张能够顺利利。Yeah。好吗？未来越做越好。好 OK， 非常谢谢你，明春。OK，Thank you。不知道你们听了那么多的这些内容之后，你们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在留言处和我交流。那么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呢就能观看到我们的最新影片啦。感谢你们支持，我们再见。让业务始终在线，安全无忧，持续领先，即刻开启您的 Ultra 5G Reserve。